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工作。瑶瑶，我不想我们的关系再雪上加霜了。之前很多事情我都可以让着你，但是在案子上我不会掺杂任何的私人感情，这是工作，我没有办法让着你的。你为什么要让着我？我也是一名律师啊，还是你觉得我会用女朋友的身份去逼迫你妥协？钱恒，你从来都没有把我当成一个成熟独立的律师，你也不尊重我们现在是对手的事实。没有，绝对不是，我从来没有不尊重过你，而且我尽可能的去迁就你。但这个案子，它不是非接不可的。我上次跟你说的尊重，你根本没有听进去。钱恒，你从来都没有把我当成一个成熟独立的律师，你也不尊重我们现在是对手的事实。哎，宝瑞，怎么了？老板，我刚知道，陈玲丽代理律师是程瑶啊，那这案子咱是不是不接了？为什么不接？为什么？程瑶是你女朋友啊，你不得让着点她吗？你现在回律所给我加班。啊？早知道不打了。可你已经影响了。我既然知道对手律师是你，我怎么可能不在意这件事情？我是不是对他太过分了？好不容易见了面，结果却……姐，大周末的你来我家半个小时，叹了10几次气了。有吗？真是。其实陈琳那个案子，你又不是非接不可，何必为了一个案子把2个人关系搞得那么僵啊？我知道不是非接不可，也知道这样会让他很为难，可是我就是忍不住。我想作为律师，作为对手，跟他在法庭上交锋。哼，你们俩这情绪真特别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过分啊？他对我那么好，我却好像伤害到他了。其实我对这段感情总是会有不自信的时候，我怕我一辈子都赶不上他。我更怕像梁依然说的一样，被认为是他身边的一个花瓶。越是喜欢，心里就越是失衡。可是钱恒是爱你的，我都看得出来，他对待你们这段感情是很认真的。我知道他对我是认真的，我对他又何尝不是呢？就是因为太认真了才会伤心，不是吗？啊？哎，算了，归根结底还是我自己不够优秀，所以才会患得患失。梁依然的事情是这样，陈琳丽的案子也是这样。如果我足够强大的话，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，那么想要证明自己。我拜托你，给我振作起来行不行？你那么聪明又努力，啊，过不了多久，你也可以成为像钱恒一样有名的律师的。你根本不用跟任何人证明你自己，你就是最独一无二的。但愿吧。他说我已经影响到他了，
我就希望这个影响是正向因子吧。是，这个电话。喂，学长。程瑶，陈玲丽自杀了。啊？陈女士，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我没事，坐吧。是因为案子吗？陈女士啊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取得应得的权益的。今天是阿凯的生日，我跟阿凯有很多公用的网上账号。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就收到了很多阿凯的生日祝福，然后我就想着去给他平时喜欢的生日蛋糕，去蛋糕店给他买一个。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，没有阿凯了，也没有生日了，永远都没有了。我就觉得没有他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陈女士，我理解失去至亲的痛苦，但日子还要过下去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今天真的没能撑得住。我能冒昧问一下，您为什么想要凯莉吗？凯莉是我和阿凯在一起亲手一步一步带起来的企业，现在阿凯没了，然然也没了，凯莉就是我唯一的回忆。那您为什么不想给您婆婆啊？我其实对我婆婆没有敌意，我也想跟她搞好关系，但是我婆婆，她不懂得企业管理的，她也不了解凯莉对我的意义，她总觉得我跟阿凯在一起是为了钱。如果她拿到股权，她一定会抛售，甚至会为了跟我作对，什么都反着来。再加上在这个节骨眼上盯着凯莉想要趁机吞并的人有很多。如果我婆婆拿到了股权，还有那些小股东他们一起倒戈，那么我很有可能就拿不到控股权。到那个时候，凯莉就是砧板上的鱼，他们只会觉得把凯莉的股价调高，迅速的抛售，然后拍拍屁股走人。我眼睁睁地看着太多这种短线操作，毁掉了不知多少可以走长线发展的创业品牌。所以，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凯莉身上。她是我阿凯唯一的心血。放心吧。当时出了事故，我们好几个同胞都停下行程，特意陪我去医院，还给我垫了医药费。能问的律师我们都问了，当时很混乱，没有人能知道阿凯和然然是怎么没的。请问当天事故你在现场吗？对，我在现场，我是跟我媳妇儿去那个国外旅游嘛，然后就是边走边拍照这些，然后就突然看见那边那天上掉下来个东西，然后那您说你拍过照片，那有照片吗？但是相机摔坏了，我那天人太多。
很怕钱衡吗？跟程瑶闹别扭之后就变成这样了，每天啊，气压特别低，所以说同事们都离他远远的，不想被他那个低气压影响到。别搭理他，过两天就好了。学姐，钱衡，学姐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我今天不是刚入职吗？吴军就安排我出差，他就没有人照顾了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？我没什么经验，我没照顾过狗。是挺冒昧的，但是我问了吴军和瑶瑶，他俩都说特别忙，我实在找不到人了。那我试试。谢谢。没事。这是他的其他的东西。好。那麻烦你了。学姐，程瑶最近好吗？他说他自己挺好的，但具体好不好，我不知道。我是不是没机会挽回了？我跟你说件事儿吧，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，我父母就跟我说让我再努力一点，这样就可以好好照顾妹妹。但是有一天瑶瑶跑过来跟我说她很伤心，因为父母从来都没有跟她说过让她好好照顾我。他也跟我说过，他说他希望有一天能够保护你。是，她很要强，也很努力，所以她更在意自己是不是足够优秀，你明白吗？瑶瑶这边就拜托你了，如果有什么不懂的，你就给我打电话，也可以给瑶瑶打电话。谢谢，再见。魏真田，你不许乱尿，不许拆家啊，要乖乖听话。哎，晚上见面是吧？有时间，当然有时间。魏真田真是我的小福星啊！是不是广告？没事，别害怕，别害怕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最近太忙了，一直没联系你，别生气啊。我约你来，想跟你聊一下陈天地跟黄冉的案子。你找我来，是为了聊案子呀？不然呢？你答应见我不是为了案子吗？好了，是这样的，陈天地跟黄冉的案子，我想是让两位当事人见一面。我希望可以协商解决，在2审之前达成庭前和解。不可能，黄冉根本不想见陈琳丽，绝对没有和解的可能。那是因为黄冉认为陈天地跟他儿子在一起是为了钱，但事实不是这样。陈天地非常爱张凯，比爱自己还爱。他想要凯莉的初衷也不是为了争夺遗产。如果黄冉可以知道这个事情，不是没有和解的可能。程瑶，我早就教过你，离当事人远一点，不要相信当事人教给你的故事，你只需要知道当事人的诉求就行了。更何况我早就说过，爱情可以是纯粹的，但是婚姻不可能。婚姻里夹杂了太多的利害关系，到最后就变成这种扯开话皮的利益战争。你想想，如果陈琳丽真的不为了钱，能1审结束了还不死心吗？你都知道，我一直记得。同样，我也不会盲目的去相信当事人的话了。
但是我做的任何事情、推断的任何结论都是有理有据的。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第二次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一个律师只关心客户的诉求，这很安全也无可厚非。但是，如果他可以去了解客户诉求背后的初衷，我相信对案子的结果也是很重要的。建恒，律师需要专业，同时也需要情怀。这是我整理的资料，里面有证人证言，给你看一下。陈琳丽刚自杀未遂过一次，我知道黄冉一定会觉得她是在作秀。但是这段视频来自事故的亲历者，没有造假也没有剪辑。如果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鉴定。事故的当天，陈琳丽也受伤了，而且还有脑震荡。我相信多数人在她这样的境地下，一定会求人先救自己。但是陈琳丽的第一反应是求人先救她的丈夫和她的儿子。先救我老公还有我儿子。因为爱，她连人最自私的自救本能都可以克服。你还相信她是为了利益才跟张凯结婚的吗？我一直都认为，法律是冰冷的，是中性的。但是作为律师，我觉得可以在法律的理性之外有一些人情味。这不仅不会影响到专业度，甚至会让一个律师变得更好。当然，我承认我的能力不如你，但是很多时候你对职业的认知我并不能完全认同。如果一定要用诉讼的方式去解决这个纠纷，我的胜算会很小。想要推翻跨国死亡证明，这个事情太难了。所以我想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考虑一下，用别的方法去解决这个纠纷？律师是矛盾的解决者，但是解决的方式也不局限于诉讼嘛。家事纠纷也是可以和解的。陈丽丽爱张凯，黄冉也是。这个事故对他们打击都非常的大，他们同样爱着逝者，为什么不可以和解呢？程瑶，我打了这么多年的官司，我的准则就是帮我的当事人获得更多的利益。利益相悖的两个当事人之间，哪有什么和解啊？都是一种策略罢了，真的。不，我想要的是完完全全的和解。我想证明婚姻不只保护财产，它同样也保护爱情。即便有一方离开了，爱情也会一直存在。这份爱意永远都不会消失。是在等我回家吗？啊？哎，以前啊，也有人等我回家的。我每次回家，灯都是亮的。想想这个世界上有个地方，只属于我和他两个人。你也读。
还蛮可爱的。你提的彻底和解的建议，我可以试一试。早啊，学长。钱航答应帮忙沟通陈琳琳婆媳和解的事情了。只要他愿意帮忙沟通，我相信这个事情会好结果。真的？好，看来我终于能够摆脱他的魔咒了。哎，对了，李玉给了2个新的案子，找时间讨论一下吧。晚饭吧，边吃边讨论，怎么样？行啊，我请客，庆祝我走出钱恒的魔咒。喂，今天晚上吗？明天行吗？我刚跟学长约了晚饭，而且陈琳丽现在在医院，我担心她出不了院。皇冉只有今晚有时间，但是陈琳丽现在情况不太好。没关系，我会带皇冉去医院见她。这种事情一定要趁热打铁，我怕皇冉睡一觉就改变主意了，连见她一面都不愿意。反正你自己想清楚。好，那我也跟陈琳丽沟通一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医院见。不好意思啊，学长，今天晚上要去趟医院，不能跟你一起吃晚饭了。行吧，我就知道钱恒的魔咒没那么容易解开。程律师，麻烦你带我去见见我婆婆。你先别急，钱律师已经带你婆婆来的路上了。自从出了事故之后，我一直很想跟我婆婆见上一面。只是阿凯和冉冉没了，他就把我的联系方式全部都拉黑了。他甚至觉得我是为了财产害死了阿凯和冉冉。还有他身边的那些侄子侄女，对他的钱也动了心思，把我编排的像洪水猛兽一样，让我婆婆对我的敌意加重，距离和解也越来越远了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真的要谢谢你。先别谢我了，最后案子怎么样，还得看你们聊得如何。就算是和解，遗产分割还是要继续谈判的。没关系，只要谈判，就会有机会。来了。
谢谢你带黄冉来见他。他们一时半会也聊不完，要不要去吃点东西啊？不用了，黄冉愿意来医院，代表事情有转机。我想再等等。好啊。你休息会儿吧，把衣服给你披上。走廊凉。想吃什么？我给你买。我们吃拉面吧。啊。等一下，陈天丽说他们聊完了，可以进去了。程律师，钱律师，我们都说开了，事情我都明白了，让我丽丽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都不知说什么好。钱律师，我谢谢你啊，是你说服了我，让我来见丽丽，我谢谢你。您别这样，别这样。真的是要谢谢你们，程律师，谢谢你让我和我婆婆有机会好好聊一聊，也谢谢你用这种方式解决了这个案子。哎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们也只是尽了点绵薄之力而已。程律师、钱律师，二审的官司我们不打了，我们庭外和解。你们是我见到的最专业的、最有人情味的律师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别这样。这个案子就这么结束了。那我先回家了。瑶瑶，我没有不想跟你说话，我只是在反思。反思？我没听错吧？我经手的婚姻家事案件，都充满了丑恶和争吵。这是第一个以这么柔和的方式结束的案子。我在想，如果我早一点遇见你的话，或许会对婚姻有更多的尊重和理解。是不是之前那些案子会有不一样的结果？怎么？你想拜我为师？这个案子，你是真的给我上了一课。瑶瑶，我给你道歉。之前你跟我谈和解的时候，我带着固有的偏见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。但事实证明，你才是对的。你比我想象中成长得更快、更好，让我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。瑶瑶，我愿意以对手的眼光重新看待你，和你在不久之后的法庭上一较高下。在此之前，我能先送你回家吗？不送我回家，是准备让我走回去啊？
找什么呢？我的车停这儿了，车没了，会不会被拖走了？黄线呢？我不是着急去找你吗？谁能想到呢？我错了，要不我们打车吧？一起吧。我就不该乌鸦嘴，说什么要走路回去，现在真的要走回去了。怎么知道这么巧？附近一辆车都没有。我送你吧。走吧。笑什么？没事。笑什么？笑什么？怎么了？没事。走。等我。走。你别乱动啊，这个抱不动。要不你背我？行。来。重吗？不。那不重。真不重。你看起来很重。那你正好把我放来歇一歇呢。好。程瑶，我们结婚吧。你不是一直都说婚姻只会带来矛盾和束缚吗？那是之前，现在不是。做家事律师这么多年，我看过了太多的负面婚姻，认为婚姻只会给情感关系带来不幸。直到遇见了你之后，我觉得我之前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。你给了我太多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受，很美好，真的。但是，你不理我的这几天，我真的很难熬。我不想失去你，我想跟你有个未来。我没有不理你，让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。这2天才想明白，我对你的爱，让我迫切的想离你更近一点，但是也不自觉的对你过分，甚至阻碍和干涉了你的独立选择。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，也没有关注到你对独立的渴望，反而束缚了你。对不起啊。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有对不起的地方，不全是你的错。我后来才发现，跟你在一起以后，我变得很不自信，所以才会那么在意你说的话，甚至放大它、曲解它。对不起啊。所以，你原谅我了？嗯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不过，刚才看到他们和解的时候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。果然是搞事业对象。婚姻只保护财产，不保护爱情。这句话说得很对。回家我就把它写下来，贴到桌子上。不是，那是之前，不是现在。不结婚确实挺好的，这样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不，好了，回去早点睡觉，明天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。不是，那我刚才的话不都白说了吗？不行，我要带魏震天搬回去住。你搬走以后，这个房子的主人就只有我一个人了。我付你租金。你当我这是酒店啊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走了。哎，你脚没事了？本来就没事儿。你没事，我有事儿。真的不能搬回去吗？我这里什么狗狗用品都没有。威震天都抗议了，每天拆家。哼，钱恒，你也有今天。你好，先生，这个是程小姐给您的快递。谢谢啊。威震天专用。哇，我简直太爱你了！快过来，我的小倩倩，给我抱一下。来，过来。哦，今天看你都格外顺眼。通知大家一下啊，咱们均衡因为陈琳丽、黄冉案的杰出贡献受到了嘉奖。咱们律所有了这个嘉奖之后，拿金天平那就是10拿9稳了。你简直就是咱们律所的光啊，老钱！我亲一个。哇！我在这宣布啊，今天晚上在座的都别走，海鲜大餐我安排。海胆！吃什么海胆？无律请客，那不暴龙走一波？律协嘉奖是对我最大的肯定。为了庆祝你得到嘉奖，晚上一起吃个饭。晚上所里同事们要去川菜馆庆祝，我走不开。顾北清也去。当然去了，他也是同事。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吃什么，随便点，全都记在我账上。各位，这次案子的成功呢，跟京城律所的协商合作分不开。我认为今后有必要和邻所多展开项目合作，实现共赢。老吴，这次我们2家律所联合庆功吧，就在楼下的川菜馆。不是，这怎么突然消费降级了呢？老板，你不是看不上京城吗？关键大家都不太能吃辣，对吧？于飞能吃辣吗？我们广东人什么都吃，但就不吃辣。你是广东人？咋的不像啊？我妈东北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
我能吃辣，特别能吃辣。从大学认识你到现在，第一次从你嘴里听见“共赢”这两个字。不吃辣吗？就这么定了。嘿嘿，没事啊，不用失望。海鲜大餐下次啊。不吃辣吗？反正听他们说这是中国这次其他国也上一路去了。那5月份，我们能不能也去外面那桌？我也想去。哎，您好，请问是哪位点菜？北京这家店你熟，川菜你点。好，川菜我也懂。哎，一样。来一份香辣排骨、生椒干拌牛肉面、宫保鸡丁、辣子鸡丁、跳水牛蛙。这家川菜馆还挺辣的，如果大家吃不惯辣，可以帮我们换成微辣。顾北香，你能吃辣吗？要不要给你减辣呀？不用，我四川人，无辣不欢。我主要怕钱律师他……那就重辣。你们家的招牌菜，都给我来一份，要重辣啊。行，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最近这肠胃有点不好。哦，对，今天主要也是跟李律过来谈合作的，要不然你们先在这儿吃，等会儿我过来给你们买单。要不大家在这儿吃，我们上楼聊。好主意。哦，我也刚想起来，我们订了一张电影票，快开场了，啊，太遗憾了，不能跟大家一起吃饭。快走。什么时候定的？刚刚。你有去电影吗？有啊，太辣肚子受不了。孤陋寡闻的。别拉肚子。你们慢慢吃啊。请慢用。谢谢。以前老看顾律师和陈瑶一块吃川菜，这家很辣吗？还可以，好吃吗？不错。其实我特别能吃辣。哦，你尝尝。我们那儿就喜欢吃辣，给我馋的。怎么样？我吃好了，你吃。太辣了吧？吃饭吧。来，姐呀，你们总一起吃吗？还好吧，也没有很经常。偶尔。后面有2个案子我们要共同推进，所以我们吃饭的频率会高一点。来吃。田律，这不是普通面条，生椒干拌牛肉面，它是用剁碎的小米辣加上牛肉臊子和面条拌着一起吃。你是觉得我不认识字吗？我不是这意思，这道菜真的很辣。我之前跟程瑶2个人，我们一起吃只能吃一半。这一碗面，你们2个人还一起吃，一个人吃不完吗？不是。魏震天，过来。魏震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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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孩子翻什么垃圾桶呢？来，过来。你傻呀！你不知道你不能吃巧克力，会死的。这孩子。哎呀，那个我啊，不用了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儿子，
我接到你管家的电话，说你跟狗怎么了？被野狗咬了，是不是咬到头了啊？那你应该去人的医院，你跑来宠物医院干嘛呀？妈，不是我。不是你是谁？医生怎么样啊？没事，放心，你的狗狗已经及时洗过胃了啊，现在没有生命危险。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啊，这几天还是要仔细观察的。哦，那我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？你跟我说一下。狗狗洗过胃之后啊，都会害怕，所以这几天你要多陪伴它，给它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，还有一定要注意保暖。哦，明白。好，你们在这里休息一下，然后观察一下，没有事情的话就可以走了。哎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不客气啊。我去买毯子。哎，妈，不用。啊来。啊，来，抱一下，慢点。哦，来，小心。妈，你说这狗狗吃什么才能消化呢？家里好像有个鹅肝，狗能吃鹅肝吗？哎呀，狗当然不能吃鹅肝了。哦，也是。那它能吃什么呀？儿子，你居然对一只狗狗这么有爱心。你跟小陈在一起之后，真的变了好多啊！你是不知道啊，你刚刚看狗狗的眼神，就跟你爸当年看你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。嗯？妈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，你赶紧回去啊。啊？哎，难道我又说错什么了？你怎么来了？魏震天也来了。啊，汤姆吃了巧克力，去医院刚洗了胃，我怕身后不好的，就找你帮忙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要观察几天，我就送过来了。先进来吧。魏震天，巧克力是你能吃的吗？还躺在别人的西装里面，赶紧出来！把别人西装弄脏了，到时候马上要变成狗肉火锅。我怕它冷，而且医生说，有熟悉的味道，它会安心点。手被他抓的吗？哦，没事，可能挠了一下，没关系。那哪能没关系啊？不过他打过狂犬疫苗了，不然你肯定要去打针了。我给你消消毒吧。照顾狗啊？你把它留着吧，我来照顾就行了。那你让我躺一会儿再走，真的不太舒服。行了，别演了啊！好吧，那你快去休息，我去加班了。哎，手怎么那么烫啊？发烧了？
我也不知道，可能肠胃不舒服又猛吹空调，而且威震天生病能力有限，我生病为什么不行啊？欣喜的。是这样。怎么样了？那把这个喝了，叫了 VC。还难受吗？有点。这么烫，起来跟我去趟医院。不去。别闹了，再烧下去要烧坏了。不想吃了，痛了。我们都好久没这样了，安安静静的，有你，我，还有威震天。万一去了医院退烧了，你就不会再让我来了。那看在我救威震天一命的份上，帮我祝完咒呗。那你等我一下啊，再睡会儿。